爸爸，现在美国加息放缓，甚至有机会开始减息，那是不是代表大牛市的开始呢？那衰退的机会越来越大，我应该怎么样投资呢？首先，大家不要心急的去投资，先搞清楚几个基本的概念。因为我观察到很多朋友对利息跟股票的关系中间有误解，最终在投资方面亏损很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先学习搞懂几个关键的概念，今天讲解给大家听。利率到底是怎么样，它会怎么样影响股票的价格，然后我们来探讨一下，在这个情况下到底应不应该去投资股票。到了最后，我会给大家探讨一下，如果今天你是有钱有很多资产的，应该怎么样去投资；如果你今天没有太多的资产，应该怎么样去投资。今天的信息量满满，而且全是硬核干货，对大家的投资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记得留到最后，一定会收获满满。大家好，我是奇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回到今天的主题，很多人听到美联储加息就会想到对股市不好，然后他们期待的美联储降息，好像一降息就会利好股票市场，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首先，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利率，所以先给大家科普一样东西，叫美国国债债息图，英文叫 yield curve。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孳息图、债息图。那在这个债息图里面，我们看到 X 轴是个时间点，代表着不同债券的年期，在左边是短期的隔夜利息，1个星期、1个月、1年，越是右面这个债的年期越长，到最右面可能是30年和 perpetual debt 永续债。在 Y 轴呢，就是它的收益率。我们经常会说利率，其实更准确的应该说是收益率。分别在哪里呢？利率在每一个发行的债上面会有一个利率，这个利率是定下来了。比如说这个债是100的话，它的利率是3%，也就是说每年这个债会派发利息3块钱。但是债券的价格也在上下浮动，如果这个债券的价格跌下来了，这个分母小了，我拿着这一张可以便宜的价格去买到的债券，这个时候我的收益率就会上去，因为分母缩小了，上面那个分子还是固定收到的利息，所以我的收益率是上去了。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债券的价格下来，收益率就会上去。相反，债券价格上去，收益率就会下来，这一个关系。所以收益率是市场来定的。那很多时候人家觉得，哎呀，美联储加息好像就不利股票市场，美联储降息好像就有利股票市场，其实是混淆了市场的收益率。因为我们买一个股票背后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怎么来计算呢？又是一个简单的分子分母的关系。在分子方面是这家企业未来赚到的盈利和派发的股息，你可以是用盈利去算，可以用股息去算，都可以。但是未来赚到的钱需要打一个折扣，才变成今天他们的价值 present value。而那个打折的 discount rate 折现率，就是根据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来定的。因为在教科书里面把3个月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定为无风险的回报。那如果是买卖其他的债券或者是股票的话，投资者所承受的风险会高一点，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收益率来补偿这个额外的风险，所以他们拿来折现未来收到的股息，这一个折现率也会提升。所以折现率是一个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加上一个 risk premium 风险溢价。
那既然投资是一个长线的，我们可能看未来10年、20年、30年的公司的盈利，所以一般来说是用10年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来做一个基准，加上风险的溢价。这里用的是美国国债10年的收益率，而不是美联储加息和减息所用的 Fed Fund Rate 联邦储备基金利率。我们回到这一张债息图来看的话，美联储控制的那一个利率就是在最左边的隔夜的拆息 Overnight Borrowing， 有时候我们也叫它做 Discount Window Borrowing， 但是它们都是一个非常短期的 Overnight Borrowing 的隔夜前拆解的一个利息。市场的收益率不是美联储加息或者减息来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对资金的供应和需求来做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资金像是一个产品，有人在供应资金，有人在需求资金。这就回到了经济学101供和求的关系。当资金的供应很充足，需求疲弱的时候，它的收益率就会降下来。当资金的供应减少了，而对资金的需求很强，这个时候收益率就会涨上去。明白了这个简单的因素，我们来看一看，那现在美国不同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在下降，背后就有几个可能性。回到了供应和需求。第一个，美联储自从2022年的6月份开始是缩表了，减少买债了。其实美联储是在市场里面把资金抽走，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在2022年的下半年整体都是上涨了，最高10年国债收益率是涨到了 4.5% 以上。这就是因为当美联储把资金抽走了，资金的供应少了。那第二个影响债券的收益率的就是人们对通胀的期望。大家想一想，如果通胀很高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存款了，因为存款将来银行里面拿出来的钱再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它的购买力会减少，东西都涨价了，我可以买的东西少了，消费者是更愿意马上去消费，享受掉这些钱。除非在这个时候存银行或者买债的收益率要提升，对冲这个高的通胀，使到我的钱得到了更高的收益率之后，以后拿出来还有它的购买力。我们也看到在2022年的下半年，普遍的通胀很高的时候，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是相对很高。那最近为什么美国国债收益率跌下来呢？这就是因为有第三个因素，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那企业什么情况下需要资金呢？就是企业判断未来的经济如果很好的话，企业需要资金去投资，可能是买设备，可能是做市场推广，扩张他们的营销网络。那这些商业活动需要资金，所以当普遍的企业相信未来的经济很好的时候，他们会对资金有更多的需求，就会把收益率涨上去。那这一次普遍美债的收益率跌下来，通胀没有回落，美联储的缩表还在继续，那我们可以推算企业对未来的经济是没有那么乐观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债息图，如果短债的利率要比长债的利率要高的话，我们叫这个做债息倒挂。短期的债因为是受着美联储的利率所影响，当美联储在加息的时候，短期的利率是上涨了，而长期的利率是更受市场去决定。我们之前的几个月一直看到债息倒挂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大家都在推测，随着美联储不断的加息，最终经济会放缓甚至衰退。当市场普遍预测未来的经济会放缓或者衰退的时候，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会减少，他们不再愿意大量的去做投资。那同样的，经济不好，使到商品需要打折才能卖得出去，
率，所以通胀也会下来，通胀下来对债券的收益率也会减少。每一次收益率下降，就意味着市场普遍预期未来的经济会不好。过去债息倒挂总共出现过6次，那自从这个债息倒挂理论出现之后，每一次债息倒挂的出现之后都有一个经济衰退。那这次债息倒挂之后，会不会未来又有经济的衰退呢？最近美国和欧洲的银行都出现了挤兑、倒闭等等的信心危机，很多银行的客户把存款抽走，银行的借贷也因此紧缩。现在看来，这会是下一个经济放缓倒退的最大的导火线，这也可能使到美联储放缓甚至停止加息，最终也可能会提早降息。当美联储转变方向的时候，这就叫 Fed Pivot。那很多人又误以为，当美联储转变方向了、减息了，股票市场就会好，这又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刚才看到，真正影响股票价值的上面的分子是未来企业的盈利，下面的分母是折现率。影响折现率的不是美联储控制的利率，而是国债的收益率。那美联储在加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在跌，所以很多人以为美联储的加息使到股票市场跌下来，其实不是这样的。美联储为什么加息？因为通胀很高，通胀很高使到国债的收益率提升了，所以是国债收益率的提升导致股票市场的下跌，而不是美联储加息。那到了美联储降息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下，为什么美联储要降息？现在的通胀还是很高，如果美联储降息的话，一定是经济出了问题，或者金融体系出了危机，美联储才要降息。那这个时候代表着未来的经济会硬着陆。最近债息倒挂这个严重程度是减少了，短债是急速的下来了，代表债券市场预计美联储会提早降息。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因为预期美联储会降息就去买股票，有可能这是因为经济出了问题，硬着陆，银行金融体系出了问题，可能还会导致股票市场的大跌。我们再看回以往的每一次股灾之前，都有美联储的 pivot 开始降息之后，股票价格才大跌，当然跌完之后又会回到一个牛市大涨。那衰退的机会越来越大，我应该怎么样投资呢？在现在这个经济的环境下，如何做资产配备呢？我觉得投资是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的，其中包括我有多少的资产去做资产配备。那首先讲讲，如果今天你有很多的资产、很多的钱的话，可能你也会认同，今天不是没有钱让我们头痛，今天是钱太多，这个头痛是更大更严重。我们的钱应该放在哪里呢？传统的教科书说现金的风险是最低的，但是我们看到钱放在银行里，银行原来有可能倒闭，我们的存款有可能会变零。就算银行不倒闭，现在通胀这么高，我们每一年钱的购买力在减少，这是必输无疑的，所以放钱在银行里是一定输的。那教科书里面告诉我们，债券是低风险低回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银行买债都买到倒闭了，债券的风险绝对不低，它的回报还是很低，所以我个人觉得债券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当然在某一个点，如果经济不好使到整个国债的收益率下跌的话，那你如果在收益率下跌之前买好了，然后国债的收益率下跌了，债券的价格上去了，那你可以享受之前的高的收益率，或者享受债券价格的升值。但是如果你看了这么准的话，还不如在那个时候去买股票，那你赚的会更多。现在国债的收益率大约也就是4到5%，不值得为了这4到5%的收益率去冒这么大的一个风险，同时也错失了把资金投在更高回报的机会成本。那一般来说，富人把很多的财产放在房地产里面，
面。可是，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房贷的利息在过去2年已经涨了许多了。一般来说，今天能收到的租金回报率是要比房贷的利率要低的。当然，全世界各地的利率和租金回报率都不一样，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功课。如果今天你要买一个楼收租的话，租金回报率是多少？你要供房贷的话，这个利率是多少？如果租金回报率低过房贷的话，房子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工具。而且随着经济的放缓或者利率的上升，房价也会跌下来。到时候投资房地产的话，又输了现金流，又输了房价的下跌。大家也只要看一下现在在股票市场里面浮动的 REIT 房地产信托的股价，也知道房地产投资在现在也不是太吸引，剩下只有股票。当然股票的波动会很大，在股票市场里投资一定要先学习，但是如果你懂得怎么去寻找股票的话，相对来说它的投资回报可以是更高。那如果你有很多钱的话，我建议把大部分放在收息股里面。你要找一些公司，它的盈利是不受经济影响的，而且是派发稳定的股息。那如果经济放缓了，使到国债的收益率下降了，这些股票的价值还会上升，很有可能你会做到财息兼收，在股价上赚了一笔，还有丰厚的股息可以收到。那另外一部分可以放到成长股，我特别喜欢的是超级成长股，也就是我经常提到的10倍股。这些企业他们可能是把握了一个科技的发展，把握了一个市场的趋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的营收和他们的利润都会有高速度的增长，而且他们的市场非常大，未来有很长的一条跑道，使到他们盈利的增长有很大的一段时间可以保持在高速的增长。那最重要还是这些企业的成长是基于他们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的需求，对于整体经济的放缓对他们影响是相对较小的。这样的话，就算经济放缓，他们还可以保持成长，这些股票是最好的，未来的股价可能会涨好几倍。那如果今天你资金不够的话，我建议你要集中你的资金投资在最大回报的地方，也就是10倍股。如果你觉得投资资金很少，在股票市场里面怎么赚都赚不了太多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先装备自己，提升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为老板创造价值，为客户创造价值，来提升自己的收入，然后省多点钱下来，在股票市场里面投资一些超级成长的10倍股，那你的财富也会慢慢开始滚雪球。而这个滚雪球的过程是越早开始越好，让时间做你的朋友，把你的财富越滚越大。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已经学会如何可以找到优秀的10倍股的话，那就能做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咯。如果你想找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投资方法的话，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短时期内课程免费公开给大家，赶快领取。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